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节目。小编在之前做过2期关于佛教咒语的内容，得到了许多师兄的认可，所以小编今天还想继续来和大家聊聊咒语。今天小编要分享的是如何让我们念的咒语更有加持力，希望本期节目能够对大家日后的修行有所帮助。当然了，今天还会为大家分享2个咒语。谚语说，嘴是罪恶之门，绮语、谎言、恶口、绕舌都会导致无尽的干扰和内在的不平。即使是伶牙俐齿与滔滔辩才，也往往只会使我们浪费时间，引起麻烦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密咒城中说，1个月持咒并且禁语，比花上1整年时间持咒但仍掺杂日常谈话更有助益。没有其他任何谈话的侵扰，持诵的咒语可以保有其全部的力量，最后能通达超越语言文字之现见实相。有些人想凭借咒力与加持来救护他众，终止冰雹、消除瘟疫、治病救人，以及使幼童健康成长等，这样就必须净除语障，否则只是念一念或吹口气不一定会起作用。而清净语障的方法，没有比念修百字明等咒语更为殊胜，所以随时随地精进念诵至关重要。华智仁波切的至尊上师如来牙尊者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说，想救护他众，想用信财亡财的人，首先必须净除语障，为此念诵1000万遍百字明是必不可少的。他的上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应该是有密意的。为什么有些上师说1句话就能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利益？同样是语言，为什么价值不同？其实就是因为说者的相续有差别。比如凡夫说1句话，文殊菩萨也说1句话，同是1句话，力量完全不同。因此语业清净的人，不管是念经还是说话，其能力自然超胜。滚雀歌西曾在喜马拉雅山闭关16年，修行数量非常之多，比如百字明120万，磕大头150万，金刚经10万部，35佛理忏文10万遍。2001年他示现圆寂时，出现了种种瑞相，并留下许多稀有的舍利。当时这件事不仅让国际上的许多佛教徒倍感振奋，而且也引起了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。格西日修金刚瑜伽母自灌顶及上师供养，自从9岁或10岁的时候接受灌顶和教授以来，从未破过每天修行的誓言。从这些出名或不出名的修行人身上，大家都能汲取一些力量，有了力量就应该精进念诵。有些居士手里拿着念珠，好像一直在念咒，但状态是无记的。作为一般的修行人，我们应对自己有一个约束，规定了数目之后，依靠念珠来计数，这很重要。某些人主张不应该太在乎数量，但是很多修行者认为，持续记录修持的数量，既是一种正面的戒律，也是很好的鼓舞。如果发愿念1亿遍心咒，每天规定一个数量，并在念珠上做记号，这样一来，平时就不容易散乱，也不会无意义的虚度时光。像法王如意宝等大德们，即便睡觉时也在拨念珠。到了108时去计数，成就者就是示范，我们更要好好去行持。师长所授念珠应随身携带，象征时时刻刻不离3宝。现在很多人爱用计数器代替念珠，但除非是因为环境特殊，实在不方便带念珠才不得已而为之，否则最好还是用佛珠计数。我们不能认为念珠仅仅是一种计数工具，其实如果念珠用得比较如法，咒语的功德会成倍的增长。同时持有念珠，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我们对3宝的感恩之心，但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精进修学，实践这一传承所蕴藏的内涵，使这颗菩提种子茁壮成长，开花结果。而在念诵咒语之前，我们还需要明白以下几点： 1. 3殊胜的要求。念诵咒语时最重要的要求是3殊胜，即念咒之前前行发心殊胜，要念诵皈依发心的偈颂，并且尽量在心里发菩提心。念咒之时正行无缘殊胜，即在念咒之时，如果能一直观想是最好的，如果观想不出来，就要在心不散乱、一心一意的状态下清楚地念诵咒语。念咒之后，后行回向殊胜。
即做完功课后好好的念诵普贤行愿品、愿海精髓或其他回向文。如果是修净土的人，还应当再念诵西方极乐世界的相关发愿文及回向文。如果是做上修，可以当做即完成整个三殊胜的过程。也可以早上起来念皈依发心，白天整日念正行的咒语功课，晚上再念回向，这也是符合按三殊胜的要求的。2. 心静的要求，念咒时心清净是最重要的要求，止语是必须的。通常我们把安坐于静处念诵称为坐上念，把行住坐卧间都可以念称为散念。很多弟子会问，是坐上念好还是散念好呢？这主要看心是否能清静下来。对于一般凡夫而言，身体动则心意不静，所以坐上念的效果要好得多。有的人坐上念心里却非常散乱，那就要尽量保持在静心的情况下念诵。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时间关系无法坐上念，只能散念，这样与根本不念比起来，功德还是大得多的。而那些有修为的高僧大德，可以达到眼观沉色而心不动的境界，那坐上念与散念其实是没有分别的。有些咒语很短，比如观音菩萨的6字大明咒，这样的短咒在一遍之间不易被打断，散念的影响稍小一些。而像金刚萨埵百字明或大悲咒等较长的咒语，散念时很容易被打断，效果就会差一些。到底如何念，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。3. 速度的要求，有很多弟子着急完成功课，总想着越快越好。要知道，修行主要修心，焦躁地去赶功课，反而影响了心的修行。在念诵速度上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不论快慢，每个字念清楚、念准确就可以了。修持咒语时，应当尽量背诵下来，这样既准确又快速，既能将咒语植于心相续，又方便修持。比如金刚萨埵百字明几乎是修行人必备的忏悔法门，希望大家都能背下来。如果不会背，即使很想快些念，也还是不尽人意的。有一位北方的弟子，71岁时用2周的时间背会了百字明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背下来更是不成问题的。4. 声音大小的要求，念诵咒语声音多大合适呢？在虔诚心、清净心的加持下，大声念诵的功德大于轻声念诵，轻声念诵的功德大于不出声念诵。有时修的功课很多，念久了很累，就可以非常小声的，有如窃窃私语般的念诵，小到自己一个人能听到就可以了。有些人说，我嘴唇不动，心里念诵可不可以呢？尽量不要这样做，因为用心把每个字都观清楚是有些困难的。即使刻意观想清楚，不但心是累的，而效果也不见得好。除了上述4点之外，对咒语和佛菩萨的加持坚信不疑是最重要的。最后按照惯例，小编再和大家分享2则有用的咒语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1. 释迦牟尼佛本尊心咒语 Om 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耶梭哈。成佛后的释迦牟尼尊称为佛陀，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。念释迦牟尼佛本尊心咒，要以仁慈心念诵，才可普度一切众生。简文般若经中云，念诵释迦尊心咒，无论修习任何密咒，都能无碍速成。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一切佛法之总持者，也为一切佛法之根本传承者。是故本师释迦牟尼佛及娑婆世界一切众生之根本上师，是一切寂蒙本尊空情护法的总集。无论修任何不主本尊之法，持世尊心咒者，即得世尊加倍，令修习助教法者急速增进成就。2. 金刚萨埵百字明咒 Om 班扎尔萨埵吽。金刚萨埵百字明咒是被密教所重视的一个伟大的咒，在平时或在修法的时候都应该诵这个咒语。念诵金刚萨埵百字明咒有以下3个功德。第一个功德是忏悔，它本身因为是属于空性的，所以当你念了这个咒归于空性，就等于是忏悔你所有的业障。第二功德是，当你诵这个咒的时候，竟等于5大金刚持跟第6金刚持。所有的金刚持尊者在加持
持你，所以可以获得所有金刚持的加持，也是五方佛金刚总持、金刚萨埵一起来加持你。第三功德，因为这个咒本身是一个空性的咒语，所以它是最圆满的咒语。既然是最圆满的，你在修法的时候，无论有什么缺点或者是有遗漏的地方，当你念诵这个咒时，就会把错漏的地方全部变成圆满，所以说它也是一种补咒。什么叫补咒？就是补充你所有缺点跟错误的一个咒语。你只要念了金刚萨埵百字明咒，就等于你的修法都圆满，就算是你有缺点有漏失的话，也会圆满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咒语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